大家好，我是云飞。我们一直都是手表的专业户，分享过国内部分手表和米系大部分手表手环。之前米上徒步不是还和大家分享过高驰的手表吗？它的专业性很不错，但在健康检测方面还是缺点意思。这让我想起了佳明的身体电量，想起了它的压力检测等等。我之前分享过2款佳明的手表，都很喜欢，其中本能是我用的时间最久的，而 ePass Pro 的51毫米我长下来感觉比较大，不太适合我。前段时间朋友送了我一台佳明的飞耐18 47毫米的 Solo MIP 屏幕，加上太阳能，续航时间久，而且不管是健康检测还是运动检测都非常的全面。我已经使用了2个月了，也体验了很多东西。这不就从我的角度来一期详细的体验分享，和大家具体的分享一下佳明的逻辑，应该会对你们了解佳明、了解飞耐18提供那么一些帮助。那么我们言说长，一起来回到2个月前，来和我一起沉浸式开箱，分享一下这个喜悦。当当，继高驰的手表之后，我们再来了解一下佳明的啊。这个是佳明的飞耐18腕表啊，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些信息。然后这次我选的是一个47毫米的一个，同样是 MIP 屏幕的啊，因为我还是想要稍微小一点点。47毫米应该是比较适合我这个手腕的，因为我这个手腕说实话比较小啊。来，当，哇哦，精致精致，看一下它这个感觉啊。好，哇哦，我靠，贼精致哎。然后这是它的表盘，哇哦。绝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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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是它的右侧啊，右侧是这样子的，然后这是它的左侧。现在我还并不太知道它的整体参数啊，然后让我们来把它卸下来看一下背面。啊，背面它是这样的感觉，哇哦，爱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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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看一下它有哪些配件，应该是一个一脉相承的这个充电器啊。好。佳明的老牌充电器就4点是充电的这个 ，OK， 好，这说明书什么的我们就不用看了啊。好，开机，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感觉啊，哇哇哇哇哇！好，简体中文，好，等待，配对手机启用连接功能，确定，好，相机扫码，同样是 MIP 屏幕啊。但它这个 MIP 我觉得挺细腻的，然后我找到佳明的 APP， 咱也是老佳明用户啦，同意登录一下我们的账户，然后我们来添加一下我们的飞耐18 47毫米 Solo， 连接，允许，然后进入设置，配对，配对。它的定，哦呦，全都关掉了。OK， 完成。下一页，下一页，下一页。OK， 直接添加一下我们的这个网络。OK， 完成。OK， 我们终于又连上佳明了。然后它现在这个页面
我感觉变得终于更新了好多个大版本啊，然后挑战更新的我有点不认得了。11月9日这里有一个，那增加界这里也有一个，就同步过来了啊。OK， 好，我们来详细的看一下它有哪些运动啊。你看，我是加了游泳、跑步、操场跑步、越野跑、跑步机、虚拟跑步、室内跑步、曲棍球、冰球这些。然后我们可以简单来就这样快速的预览一下。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运动是真的非常非常多啊，但这还是其中的一些。我们把它放到最底下，我们可以看到，你看这还有一个其他，它这个是不支持事故检测。然后我们返回一下，然后高尔夫、超马、龙式网球、匹克球、壁网球、壁球、羽毛球、雪橇跑步这些非常的多呀。什么摩托车越野旅行、风筝冲浪、翻板运动都是一些富人运动啊。然后我们点击编辑，或者说点击更多，在户外你看这还有这么多，然后再点击跑步，再有骑行、游泳、健身房、潜水、水上运动、团队运动、游戏，然后这个什么赛车运动，然后其他冥想、探险、游戏、节奏训练，真的是非常的全面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它整体的一个操作逻辑啊。它是有一个锁定功能的，就是平时的话这个触摸屏是用不了的，我们需要把它给解锁掉，然后这个时候才可以去用它的一个触摸屏。但是我一般的话是不会去用这个触摸屏，一般都是直接按键操作，这样更快。好，首先还是大家比较关心的换表盘，它是怎么换？一般的话是这样子，长按一下，然后这里有个表盘，然后我们直接这样子上下的去换。然后它表盘就比如说现在这个，它是有栏位数据是可以直接更换的这些。然后模式颜色啊，这些也是可以直接换的。就比如这个，然后数据颜色，这些也都是能换。然后背景颜色，这个是官方的表盘啊，官方的表盘它是可以换这些东西的。好，比如说现在 OK， 我们就直接应用，它就是这样子。这是换表盘，然后也可以在手机上面换。好，这个按键是一个开关背光的一个功能，但是现在背光我开得很低啊，我现在把背光开高一点，背光开到100%。好，它现在就是已经把背光给开来了。它这个是一个离线的语音啊，就还行。但是背光100的话，它这个颜色其实我个人觉得它就没有那么好了，这是它的一个区别。然后这边呢是一个返回键，那这个是一个确认键，但同时它也是一个运动的快捷键。比如说我们先点一下，那这边的话就是一个背光的开启、关闭。然后现在我还是觉得这个太低了，太亮了，所以我们直接把它给返回去。背光调到1%，好，它最低是只能5%，然后往下拉，它就是一个天气，然后这个是一个日程，然后这边的话就是一个指南针，然后这是它的一个日落时间，然后它是 Solomon， 就是它可以检测到阳光的一个强度，这边是一个光照强度，我们点进去它是0.2，再往下是一个整体的健康情况，然后现在因为我没有佩戴，所以这些数据都没有。然后这个是一个训练情况，然后我们的训练准备度，现在我是一个过度训练的状态。然后下面是健康快报，然后今天的这个小睡，然后这个是温度，体感的一个温度啊，然后这是身体电量、压力，然后这边我们编辑的话可以把一些东西给加进去。那添加，你看这里就能加好多东西进去啊，这个看大家自己的需要。你可以看到它的数据是真的非常的多。
什么钓鱼，什么高度适应都很好。好，这是往上，这是往下啊。然后往上的话，它就是一个信息，就比如说我们楼下的一个洗车店，他发了一个信息给我。然后这边的话，这个是一个快捷键，活动这边就是这些运动。然后再往下就是支付宝、微信、时钟、手机训练、语音命令、手机语音助手。但这个手机语音助手，我个人感觉不太好用啊。就比如说我现在把这个蓝牙给打开来，然后我们现在来用一下它的这个手机语音助手。我们点击它，你看，其实咱们这边并没有启动啊，有了。你现在能听到吗？你现在可以听到吗？你看，其实就是并不好用啊，所以我一般都不用这个东西。然后下面是语音笔记，那个佳明商店、佳明互传音乐、历史地图、历史记录、地图保存、设置什么的，然后也可以编辑、添加一些东西进去。健康快报、地图管理、天气什么推送、投影航点之类的。然后日历、月相、潜水计划、潮汐、脉搏血氧通知、钓鱼预报、钱包，然后锚定，这些都可以加进去。它是这样一个逻辑啊。然后按这个，它其实就没有那个。然后我们可以在设置里面，就比如说这个长按，我现在是设置的手电筒，然后这边长按，我这里设置的是一个最近的一个运行的这些东西。然后这边长按，你看这个就是一个离线的语音助手。那离线的语音助手，就比如说让它打开天气，打开天气，那查看心率，那它就是这样子。然后这个的话，就是它整体。这个我们刚才看了表盘、时钟、历史记录这些，然后也可以直接从这进入设置，然后按这个，它就是一整个快捷的这个操作啊，这些都可以直接在这边快捷操作。这个大概大家也就已经了解了它整个表盘或者整个界面怎么使用。然后我们可以简单再去看一下设置里面啊，再带大家了解一下。你看通知，它健康健身与健康、每日摘要、压力提醒，这个我们可以开起来。然后休息提示、异常心率的提示，久坐提醒、目标达成开启，然后早安问候我也是开了，然后系统提示。然后声音与震动、显示与亮度，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设置的这个5%的一个亮度。然后文字大小提示，抬手显示我是设置在日落之后，然后这个按键与触屏我是开了，然后显示时间是设置的最短的4秒，触屏也开了，触屏锁定也开了。好，那这个连接，然后专注模式，它在睡眠的时候会自动的进入这个专注模式，就不会吵到我们自己啊。然后活动，那地图这些，然后健康与健身、忘时心率，这个睡眠期间需要时全天都可以啊。然后地图与导航，安全音乐源。会选择网易云，你看，耳机也可以连，然后音频是立体声，用户信息、电源管理，你看现在活动电源模式，你可以弄更长，也可以弄什么好多模式啊。电量百分比我是关了，续航预估是开了。好，系统快捷方式，这就是我们如何设置一个快捷方式。勿扰模式，电子罗盘，
那高度计、气压计、深度计、时间、简体中文、语音、高级，你看，真的功能非常多。好，那么接下来我就来讲一讲我的一个实际的一个使用体验了。首先，它有3个尺寸可以选择，我的这个是47毫米的这个大小。我个人在使用的时候还是觉得它是刚好适合我这个望维的，且它有2个屏幕的版本，一个是传统的 MIP 反射屏，第2个是色彩和细腻程度更高的 AMOLED。MIP 反射屏独享了 Solar， 也就是太阳能充电的一个功能，这在户外的时候是可以延长手表的一个使用时间。然后就是这个屏幕不再需要在乎息屏显示，因为全天都是这样，就这个效果就很不错。然后就是它材质的一个表现，真的这是我接触过的，给我感觉质感最好的一款手表。它的表框的材质是不锈钢和钛金属，镜面呢是蓝宝石镜面，细节和设计是真的我接触过的独一档。然后就是5个实体的按键，控制是非常的方便，可以设置快捷启动，表带也挺 OK 的，我也买了点第3方的表带换着用。底部是佳明经典的4点式触点充电口，也可以连接电脑传输数据。然后就是旁边的飞耐10 8的光学心率传感器，这个和飞耐10 7 Pro 和 ePass Pro 的相同，都是使用最新的第5代心率传感器。外观方面我们就讲到这里，下面我来实际的谈一谈这段时间里面的使用下来的一个感受。就讲实在的，这是我目前使用下来最喜欢的一款运动手表。我使用了2个多月，体验下来是真的觉得挺爽的。而佳明的手表说实话功能太多了，所以我也只能从我的角度来出发，从我的角度来告诉你我为什么喜欢它，以及我在使用的这段时间的真实感受。我会分成3个大板块，一个是日常的身体检测，第2个是运动方面，第3个是日常的使用，应该会帮助你们了解飞耐10 8的这款手表。那么我们就先从健康方面来开始说一说。佳明在健康监测这一块还是有很多独到之处的，像高驰就直接 all in 运动，你不运动的话看着压力就很大，而佳明你可以一边直观的照顾到自己的身体，然后也可以运动。就比如我最喜欢的身体电量这个功能是真的很准确，身体压力也是，它会根据我的身体是否休息好来给身体一个100分比的一个分数，消耗了1天你的身体电量就会告急，而休息1晚之后你的电量会有所回升。这个数据具体是看你身体疲劳的程度以及休息的情况。就拿我之前回江西参加好朋友的婚礼来说，好，我们来看这个身体电量，就比如说12月21然后我们来看这个身体电量啊，这天是我去江西参加我朋友的这个婚礼，然后你看这天我从这里坐高铁在睡，然后这里在走，然后这里又在走，然后你可以看到0点我的这个压力都是很大的，就是基本上没有休息。今天的一个充能就是21号的充能是38，然后耗能是48，然后因为很久没见了嘛，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第二天就更夸张了啊，你看充能是只加了11，然后耗能是减了16，就是等于是整个身体的负担是非常大的。然后你也可以看到整个在休息，你看4点这里还是压力很大，然后这个时候在坐车，就坐那个婚车嘛，然后这边是稍微有那么一点点休息的，所以它这个我个人觉得还是非常的准的啊。然后你看后面的，这就是后面我要讲到的那个压力啊。然后压力检测，你看这是第3天了，严格意义上说是第3天，然后你可以看整个压力是非常高的，整体都没有休息好。你看才充能了27，然后减了23，然后再看后面24，我们的这个身体才反应过来说这几天它压力太高了，而且我去了一趟江西，然后堆积了一些工作嘛，所以这你可以看到整个都是一整个的压力，几乎就没有休息，就是身体上的啊，不是说实际上肯定是有休息的。实际上我这里睡了这么久，但是身体的压力负担很重，所以它就直接是以压力的形式显现出来，这个是非常夸张的啊。这也就是我说的，它的这个算法还挺先进的。在我没有休息的时候，我们的这个身体的负担其实是很大的，而且这个时候它这个压力它会给我们算得很高，而且连睡眠的时候，就比如说这个星期3这个睡眠，
它这个压力都算得很大，这个还是挺离谱的。这个人一旦不粘性之后，这个一折腾1-2天，他要好久才能恢复过来。你看，我是从21开始折腾的，你看到什么时候才恢复过来？差不多的恢复过来啊。你看，28他才差不多才恢复过来，差不多1个礼拜，就很夸张啊。你看28之后，你看这是27，然后28好了，差不多好了，然后29差不多才完全的好，这个是挺夸张的一个东西。再就是它的压力检测，这个上面其实我们已经带到了一部分，就是它的这个算法还是蛮先进的，就是上面我提到的，在我们没有休息的情况下，其实身体的负担还是挺大的，这个时候你的压力它还是会给我们算的比较高，就连睡眠算的也是压力大。这个人不再年轻之后，这个折腾1-2天都需要好几天才能恢复过来。再之后就还有这个 HRV 的检测，这个也是蛮不错的，就是需要我们佩戴3周之后才会有这个彩环，实际用起来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。然后就是心率方面，这个为啥我说佳明准，就是它是真的可以监测到我们心率的实时变化，并且提醒。我比较多的触发场景就是吃完饭之后，有的时候会检测到心率突然会变高，这个原因是身体在消化的时候需要更多的血液，然后胰岛素也通常都会升高，所以还是蛮厉害的。更离谱的是，就是有一次电费账单发到了我的手机上，我一看心率就直接上来了，因为之前工作室的电费还是很夸张的，这点就很神。这个时间是11月18号，然后异常心率提醒是10.02，我是应该是从比较低突然蹦上103的。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时候发生了什么啊，10.02，大家注意这个时间。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电费就是10.02过来的，就是这个时候电费的账单一发过来，我就心跳就突然加速了，因为之前工作室的这个账单是真的很离谱啊，就是价格非常高，这个是我家里的，所以这个电费一过来，我的心率咯噔一下就上来了，然后就到了102，非常非常的准啊，非常非常的夸张。这个我在别的手表上是没有体验到的一个东西啊，就只能说佳明这块还是非常不错的。而睡眠这个我就不讲太多了，就确实挺可以的。唯一一个我觉得需要提一下的就是现在终于有了小睡检测，之前我吐槽佳明唯一的这个小短板也被补齐了，实际用下来也是蛮 OK 的。就是小睡需要睡眠大于10分钟，然后它会根据我们身体的情况推荐我们调整自己的一个睡眠时间，这个还是挺好的。然后我在很多视频里面测试小米手环，我也经常会用佳明的来做一个参考。而接下来就是它的运动方面，它的运动模式是真的很多，这个我就不展开来讲了，还是拿我们的徒步来举个例子。我们是可以在手机 APP 上面比较方便的导入其他人的一个路线，然后在到达目的地之后开启导航，这就可以跟着别的大佬的路线走了。这个我们还是实际来看一下，带大家云徒步一下。好，我这里用2步路 APP 啊。之前那个陆羽忘记弄了，然后我们直接用无响山的吧，给大家做一个演示。比如说我搜一个无响山，然后这里我们可以分享出一个轨迹文件，选择 GPX 格式，然后还是发给自己，然后选择文件传输助手，然后我们可以留在微信。然后这里有一个无响山，我们直接点击，用其他的应用打开，选择佳明，跳过去。然后这里有路线的一个选择，我们还是徒步，好，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样子。然后我们保存，这里是南京的一个徒步，我们在前面选择无响山，OK， 保存，然后它这边就保存好了我们这个路线，我们在徒步的时候就可以直接用它了。然后下面我将用这个陆羽古道来举一个例子啊，好，选择活动，然后徒步，那下面有我们的导航路线以及更多。已保存的位置有一个是8.7公里的，有一个是6点多公里的，我们选6点多公里的这个。然后开始路线 ，OK， 开始。距离其他位置还有0米，计时已开始。将稍向左转。
稍向左转，498米后稍向左转。那经过很远的一段路啊，我们到山顶了。即将向右转。对，这样下去啊？对啊，速降，前面然后就是右转下去啊，前面那里。佳明的这个手表导航，它是会直接调用手机 APP， 然后告诉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走，就比如说右转、左转，然后多少米之后怎么转，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棒的啊，这在我们徒步的过程中帮助是真的巨大。好，我们现在已经走完全程了啊，我们计时已结束。保存。活动与保存，然后它应该会加载一个我们的全程的一个信息出来啊。好，累计爬升450米，时间4个小时，然后这是配速，然后海拔、心率，然后这些训练区间，技术训练有氧效果、无氧效果，要31个小时才能恢复。好，等一下。好，结束。而其他的方面，像佳明的教练，然后其他的运动啥的，我用的不是很多，这就不深入的去讲了。我在这里再补充一个我很喜欢佳明的点，就是它会直接把你一天的使用情况放置在这个时间轴里面，我真的超级爱。你看嘛，就在睡觉和休息的那一段是蓝色的，然后这个闹钟的标志就是我起床了，然后叭叭叭叭叭。然后现在我们来看它一整天的一个时间轴。我们可以看到它是有一个这个样子每日时间轴，这个是我今天的。我们可以看到上面我在休息，然后这个时候我运动了一下，早上运动了一下，然后后面就开始工作了。这个是今天的，我们就先看一下昨天的啊。今天的已经可以看到一些了，我们看一下昨天的。昨天的是这个样子，还是哪一个有代表性的？我运动过的。好，这个，然后我们横屏，它会直接展开来。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整个时间轴，那这个时候蓝色的我们就是在休息，然后这里我们可以放大，我们可以看从0点开始，0点我们还没有睡着，然后慢慢睡着了，然后开始休息到这个时候差不多7点半左右，然后我就醒了。这里醒了之后就是它有一个小闹铃的标志，然后这边我是遛狗，这个灰色的是遛狗，遛完狗这一段时间是在遛狗，然后遛完狗之后我是骑电瓶车去工作室，然后就开始上班嘛。然后这里是吃了一下早饭，这里是吃了一下早餐，然后去跑步机跑步了一段，然后打乒乓球打了一段，后面我们就开始直接就开始工作了。大家可以看一下整个工作的时间轴，差不多从10点左右开始，然后开始嘎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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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这边，然后这里又是回家。我们再找一天，这个可能是因为我在写这个手表的一个测试，就是写它的稿子，所以这中间没有。我们再找一天，或者看一下周六周日的。它也是会有一些时间是无法测量的。具体是什么原因我也不知道。这里是58的一个身体电量，然后我们也可以点这个是否开启，这身体电量的一个变化嘛，然后压力是否开启，休息，那这些我是觉得这一个是我真的非常爱的一个东西，真的很厉害。这个是真的很爱，我接触这几个佳明的手表都有这个功能，是真的很不错，就意味着我们的一些基本的状态它都是可以识别到的，这就很棒。不过在运动检测方面，它目前还没有一个自动的检测，这算是这种专业手表的一个差别吧。或许后面也会和这个小碎模式一样更新出来，不过这个倒是真的我不是很在意，毕竟它都把你一天的时间线给画出来了，我觉得那个吸引力对于我来说还会更大一点点。当然这个运动远不
止我说的这么点东西，它有很多，比如什么训练计划，但对于我这种 UP 主和大部分的普通人来说，应该用处不是很大，都不太会用得到。你感兴趣的话，可以去搜搜别的更专业的跑者 UP 的一个视频，我这个做一个基础的功能了解就行了啊。这里要补充一个点，就是佳明和高驰这些专业的这个运动手表，它是相对来说会更开放一点的，就是它会支持比较多的第三方的这个跑步软件或者说运动软件，你可以直接授权到第三方的运动软件的上面，然后这个数据就直接同步了，这是比较好的。然后这里不得不提一句小米的是一直没有授权。而接下来的就是它在日常使用方面，这块也有很多的内容，上面更多的是基于佳明大部分手表都有的内容来给你们介绍，而这个更多的是佳明飞耐时8 Solo 这块表给我们带来的。首先就还是它的这个配置，它有一个内置的照明灯，这个在企业上厕所的时候还是挺好用的，然后在户外徒步的时候，如果咱们这个衣服小心太晚了，也可以当一个照明，也是很不错的。这个之前的 ePass Pro 也是具备的很不错，而它的这个照明灯是有好几个档位，也有红光模式，这个是真的非常可以。然后它的消息通知可以设置成声音通知，而不是震动，这对于我个人来说还是挺不错的。有的时候这个手表一震动是真的很惊吓，所以声音反倒没有那么刺激。在我没有那么专注的时候，可以去看看，在睡眠或者很专注的时候是真的听不到这个声音的，也可以得到一个物理性的屏蔽。然后它这个也是很智能的，特别是这一代的 UI 也有了很大的改变，它是可以直接使用手表音乐，就那些网易云，你们可以看一下啊，这个是真的挺全面的。比如说我们现在来听一个。这直接是下一区，音量，上一区，重复，网易云，其实还挺好的，看得出来它适配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。那这是我们刚才的这些。然后我们也可以使用手表接听电话，在不想拿手机的情况下，这还是挺好的。你们觉得它这个通话质量如何呢？来给它打个分呗。然后它还有离线的语音助手，可以通过它直接唤醒一些基本的功能，比如查看天气、打开导航、定时等等。但我这个目前并不能直接控制运动，这个还是有一点问题的。但朋友的飞耐时8却没有问题，不知道是因为固件的问题还是因为啥。然后就是控制手机语音助手的功能，这个小爱这一块目前还是不太行的，至少我觉得是不好用的。之后就是它的一个数据界面了，非常的全面，不管是手机上还是网页上都可以高度自定义，特别是网页端，不管是身体数据还是运动数据，这个我们都可以很方便的直接查看分析，这是我一直很喜欢它的一个点。不过这也有一定的弊端，就是手机的 APP 的样式，就是这个 UI 设计比较老牌虽然很全面，也没有广告，高度自定义面板这也很不错，但是真的不算很好看。希望佳明在后面可以稍微的优化咱们这块的 UI 设计。然后就是手表整体的反应速度也是挺迅速的，这块没什么好抱怨的。再就是它的表盘，说实话表盘确实挺丰富，但很多的是第三方的表盘，而且整体的种类我觉得分的不是很好，要找个好看的基本上要找很久很久。然后佳明官方的表盘出的也比较慢，而且没有太多高质量好看的，大部分都是比较简单的数据。好在可以自己方便的调整表盘的这个颜色和数据，这点比较好。然后我个人最近也是录了一款售价22的表盘，应该是大部分人都会很喜欢的，就这个万山是真的挺好的，功能多而且也好看，搭配这个 MIP 的反射屏，效果是真的很不错。个人也有一点小设施，就是白天不开启这个台湾显示，只有夜晚会开启台湾显示，因为白天都有自然光嘛，所以 MIP 屏幕自己就可以看到内容，就不需要在乎息屏显示什么的。光线越强，我们的这个显示效果就越好。这也是我喜欢 MIP 屏幕的一个原因所在了。最后就是它的一个续航，这块没有什么好说的，佳明的检测都是默认全部开启的，就是全天候都开着。通常是我觉得它没电了，然后一看，现在还有挺多的电，完全就没有电量的焦虑。它现在不是满电，它现在预估的续航是16天，
然后我们可以去开启一下省电模式，然后我们开启省电模式，它就是一个27天，就还是很夸张的啊。那省电模式就是这个样子。满电状态下，智能模式下它是有20天左右的一个续航，完全没有问题。而开启省电模式，续航可以直接来到34天左右，这个还是很夸张的。而且我个人这个是太阳能的一个版本，是直接可以晒太阳延长续航的，这个完全不需要操心。咱们这个视频还是比较长的，希望可以帮助到你们了解佳明飞耐18。我个人用下来是非常的喜欢，也没有啥问题。价格上它是8980，这个给大家一个参考，这算是目前比较顶的一个运动手表了。咱也是用上了，然后给大家评测分享了一波。如果有什么其他的疑问，你也可以直接在弹幕或者评论区留言，我看了都会回复。那么这就是我这次的佳明飞耐18 Solo 的一个分享了，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了解佳明，了解别的手表都是什么样。一直在使用这款产品的朋友，也可以来说说你们的看法吧。如果有什么想要我测的产品，也欢迎评论。我是云飞，那么记得点赞收藏。那我们下一视频再见。